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37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，这是本章的起句，也是整章的核心所在。这里所谓的道，并非某种抽象玄学的存在，而是一种对宇宙运行逻辑、对自然秩序、对生命内在节奏的深切体悟。它不主动干预，却无所不能成。它的力量不在显赫，而在恒长；不在喧哗，而在沉静。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描述似乎让人难以直接理解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努力、计划、控制和效率的社会氛围中。工作场景中，从项目管理到资源调度，一切都追求可控与可量化。在家庭关系中，我们也常常陷入一种要去做点什么的焦虑中。孩子成绩不理想，我们立刻安排补习；伴侣情绪不稳，我们马上试图解决问题；父母不顺心，我们就忙着出谋划策。然而，越是想做点什么，事情往往越是变得复杂、失控、矛盾丛生。这正是老子所说的无为的力量所在。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，而是一种顺势而为。因时制宜的智慧是一种褪去主观干涉，让事物回归本性，顺其自然发展的能力。它不是懒惰，也不是放任，而是一种深度理解后的从容与定力。猴王若能守之，万物将自化。在这里，老子将道的原则从个体修身推及到治国理政。所谓猴王，在今天的语境下，我们可以理解为掌握权力与资源的管理者、决策者、领导者。无论是企业高管、机构负责人，还是家庭中承担主要责任的成员，其实都处于一种猴王的位置。老子指出，如果这些处于引导位置的人能够守住道的无为原则，那么万物，也就是组织中的成员、家庭中的关系、社会中的各种人事，就会自我演化、自我协调，达到一种自然有序的状态。我们在现实中很容易忽略这一点，比如企业领导常常事无巨细、事必躬亲，结果团队成员反而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力。家庭中，如果父母总是代替孩子做决策、安排路径，孩子就难以真正独立成长。越是控制，就越削弱了他人的自发性，最终整个系统的活力会逐渐耗损。这正是化而欲作，吾将振之以无名之朴的真正含义。当万物在自我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欲作的趋势，也就是出现了过度的欲望、干扰、自我中心化的倾向时，老子并不主张用强力镇压，用政策规范，用惩罚控制。他提出用无名之朴来镇定，也就是说，用不具名的本质的未经雕琢的质朴来涵养与引导。无名之朴是一种根性，是一种回归本真的力量。在今天的工作场景中，这可以理解为一个组织的文化基础与精神风貌。真正健康的企业文化，不是靠口号、规章、考核体系维系的，而是由一种质朴、专注、真实、共同体意识构成的无名之朴。当员工面对诱惑、面对纷扰、面对内耗时，这种文化基础就是那股潜在的镇定之力。在家庭中也是如此。当家庭成员之间出现纷争、期待过高、情绪张力时，最能稳定局面的，往往不是语言劝说，不是情绪对抗，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真诚态度，一种回归真实的爱和信任。你不说大道理，但你真心接纳；你不表达高期待，但你始终在身边。这种无名之朴的存在，让浮躁逐渐沉淀，让纷乱慢慢归序。无名之朴，夫亦将不欲，这一句深具警醒意义。在前文中，无名之朴是用来安顿欲作的手段，而在这里，它又被进一步推演为自身也会导致无欲的状态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以质朴的方式处理事物，
整个系统的欲望之火会慢慢平息，自然而然转向一种更平衡、温和的状态。正如高山流水之间，没有人刻意指挥，水总能绕过障碍，找到归处。人心若能不被欲望驱策，行动便能不偏不倚，生命也就更接近本来的节奏。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定。这一句为本章收束，也为全篇定调。老子强调，真正的安定不是通过外部强力手段实现的，也不是靠人们达成一致共识推动的，而是由一种无欲的静所带来的自定状态。这里的静不是死寂，也不是沉默，而是一种内在不动摇、不喧扰、不盲从的稳定状态。它是理解一切的起点，也是调和一切的归宿。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，在高压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，尤其需要这种以静制动的智慧。身处管理岗位的人，若始终被指标驱使，被竞争激励，被股东推动，就很难沉得下来，稳得住局。最终带来的不是组织的活力，而是人的倦怠。在这样一种系统性疲惫之中，静不仅是个人的修行，更是制度设计的哲学基础。它要求我们反思，我们的制度是鼓励人心趋向平衡，还是激发贪欲与恐慌？在家庭关系中也是一样，人与人之间长期相处，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。如果我们始终试图用规则去安排，用说理去劝导，用情绪去影响，往往适得其反。而如果我们能在关键时刻选择静，选择不争、不平、不失利，那种自定的秩序就会慢慢浮现出来。就像河水退去，石头自然安顿在它该在的地方。从个体的自我修养来看，第37章是一种高度修为的体现。在当下这个充满诱惑与躁动的社会里，维持内心的无欲和静是一项艰难却必须进行的修炼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有追求，有目标，有梦想，要拼搏，要改变世界。但真正能成就事业和人格的，往往不是我想要什么，而是我不再被什么牵引。在这种无欲的基础上，反而能看清内心真正想做的事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种修为不是要逃避社会，也不是鼓吹放弃，而是让我们在应对世界时拥有更大的定力与分寸感，不为诱惑所动，也不被外界扰乱。静者自明，定者自强。整章从道常无为展开，强调的是不争不扰的原则。通过侯王若能守之，将这种原则推及到管理层面，再通过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，展示了处理干扰欲望的柔性方式，最终以不欲以静，天下将自定总结出一个系统性安定的逻辑。这一套思维不仅适用于古代的治国之道，更适用于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实践。它不是让我们放弃行动，而是教会我们什么时候该行动，什么时候该静止。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管理，而是教我们如何在管理中避免人为之祸。当然，这一章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对无为而无不为的深刻展开，它更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。因为第37章正是整部《道德经》道经部分的最后一章。从第1章到第37章，老子集中论述的是道这个本体层面的原理，包括它的无形、无名、无欲，以及它如何支撑宇宙万物的运行、生命的生长、制度的安定。而从下一章第38章开始，《道德经》将进入德经的部分。我们将看到老子不再从形而上的角度谈道，而是逐渐转向具体的人格修养、行为伦理、社会规范与制度实践，也就是从无为的自然原理过渡到有为的人间治理。从道到德不仅是写作结构的转变，更标志着哲学视角的转向。在第38章中，老子将通过对上德下德等层级的区分，揭示出德的本质，其实是当道无法全然手持时所出现的一种替代性原则。换句话说，
德是道的影子，是对失道之后所产生秩序需求的一种补救。也正因如此，德虽然被高度重视，但它的存在反而映射出道的不易持守。这种由本反末的逻辑将带给我们更加细致的人性观察和制度批判。所以下一章我们将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这一句出发，正式开启德经的旅程。我们会探讨德的起点、德的退化，以及它如何映射出当代人在道德行为、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中的困境与渴望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